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无非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坦然地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。无论是国家大事、社会问题，还是家庭琐事，我们都能畅所欲言，不必担心被误解、责难甚至惩罚。这种状态之所以被称为最好，因为它不仅促进了个人的心理健康和自我实现，也为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基础。这样的社会鼓励多元的声音，尊重不同的立场，让人们在安全的环境中展现真实的自我。社会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，避免单一的声音主导一切。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的时候，让人们有能力揭示不公、批评滥权。如果没有这种自由，社会的问题有可能被掩盖，正义难以得到伸张。通过公开的讨论、分享想法、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才能推动创新与改革。自由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这种自由不是让人图个痛快，而是它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。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因为少数人勇敢发声，最终推动了集体的觉醒。没有自由的空间，人类的进步就无从谈起。简单的说，一个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，是一个有活力、有修复能力的健康社会。可现实呢？很多人连在朋友圈发一条真心话都不敢。朋友圈其实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社交平台，通常是跟熟人分享一些生活的点滴的地方。相对于公开的场合，这应该是一个相对轻松自由的空间。如果连这里都得小心翼翼，那言论自由的空间是不是小得有点可怜呢？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，更反映的是社会的信任缺失和言论环境的压抑。在最私人的领域也感到压力和恐惧，这种恐惧可能来自于害怕发言会遭到批评，会惹来麻烦，对非主流观点的攻击排斥，被别人贴上歧视攻击的标签，索性就不说了，或者说我说了也没用，干脆就不说。这些因素让我们选择了沉默，因为沉默看似更安全、更省心。怕什么？怕的是不敢说出心里的话。这种恐惧是扼杀自由的元凶，后果非常严重。如果人们在私有空间都自我设限，这意味着社会可能存在着广泛的言论控制，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社会舆论。当大多数人因为恐惧而选择沉默的时候，少数声音就会被放大，社会真实的想法会被掩盖掉。这种沉默螺旋会导致民意失真，社会的决策慢慢的偏离了民意的，不敢在朋友圈发声，说明了朋友之间的信任也在瓦解，人们害怕被举报、被误解。这种氛围让社会感觉冷漠跟压抑，言论被压制，沉默成为了常态，社会信任逐步在瓦解。这些不仅让我们生活失色，也让这个社会逐渐变得不健康。一个社会多数人能够自由的思索、自由的讨论、自主的创造，自然比一个社会上的人蠢如入拙、愚莽迷信、毫无知识，想靠君王的赏赐、靠神佛的保佑过日子有用得多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问问自己，你敢在朋友圈说点什么？愿不愿意为社会问题发声？做一个独立的个人，勇敢地面对生活。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争取、去守护。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而沉默，社会又怎么会变得更好？勇敢地发声吧，让每个人的想法都被听见，让社会因为我们的声音而变得更有活力。别小看这点勇气，这是每个个人的修养的表现，更是社会进步的起点。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，社会才能因每个人的参与而进步。言论自由是社会健康的晴雨表，而你敢不敢发朋友圈，是检验自由度最直观的体现。社会是一个有机体，它的健康靠的是每一个细胞的活力。要实现社会的最好状态，不仅需要法律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，也需要文化上的鼓励跟包容。更重要的是尊重他人的想法，让我们一起为此而努力，去创造一个更开放、更包容的世界吧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哦。